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恩施。刚刚大家通过航拍的画面中也能看到，这个下面呢是一个巨大的天坑，天坑底部呢还住了好几十户人家。那这里呢就被称为湖北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。我们前段时间去了湘西、重庆还有贵州一些地方，经常会说有一些村落呢，所以最近几年才通的公路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至今也没有通公路。因为四周都是悬崖绝壁，没办法修凿一条公路上来。现在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发成景区，今天呢就来这个天坑底部看一看，顺便呢了解一下这个天坑的历史。因为下面居住了很多人嘛，等一下见到当地的村民，向他们了解一下。这个天坑其实非常有意思啊，从底部到顶部大概垂直高度是500米。那么村民是怎么进出的呢？现在去走一走看一看。现在看起来是有栈道，很好走。其实呢，在这个景区修建之前，可没有这样的道路啊。往前走看一看旁边的环境，这个完全是在悬崖绝壁上面修桥的，一条绝壁公路一样的。我现在大概站在400米高的悬崖上面，那底部呢有好多户人家，旁边的栈道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想一想，住在这个地方生活是多么不方便，而且呢，他们呢也居住了好几百年呢。在我们站的对面呢，有一条绝壁公路，也是悬崖栈道。那眼前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个电梯，观光电梯。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说上山下山高度比较高，所以景区呢为了参观方便，就修建了这样一条观光电梯。我现在就走在这个栈道上面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害怕呀？我现在走这种栈道已经走了很多了，已经习惯了。但是当时修建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。你看上面有水，然后呢又是高，就跟我们在重庆兰阴谷看他们修建绝壁公路一样的，都是非常难的。我一般都是靠着里面走，靠着外面的话有点害怕，因为我是有一点点恐高嘛。这里还有人在打扫卫生。今天的天气非常不错。我们再看看外面的环境。那这个下面呢，明显的看到有一个地缝，它这里面呢有地下暗河。这个天坑是一个长方形的，在这个栈道上面观景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挺好看的，就是看起来非常惊险。有恐高的人呢可能会害怕。今天这个景区被我独揽了，就我一个人在这边。这下面以前也是一条河流的。然后有好多户人家。在画面中看到天坑底部有一条公路，很多人会说这里明明通了公路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其实这个是开发成景区之后修建的一条公路。有一点我非常奇怪的，我走了很多天坑，恩施的，还有下面利川的，他们这些石块呢，都是一层一层垒加起来的，就跟我们建房子砖。中间用水泥一层一层砌起来的，这个石头也是一样的。你看这里感觉都像能够拿下来推开一样的，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？有知道的说一下，我非常好奇。因为整个这一块墙面都是这样的，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造成的，我感觉挺好玩的。关键是它里面呢，有一层一层的，就像水泥，或者说以前明朝、清朝建那个陵墓方城明楼一样的那种糯米浆。好冷啊，这个地方现在估计才1、2度吧。这个地方叫做陆苑坪，听说夏天都要穿外套。晚上我们就是跟着悬崖栈道一直走过来的，旁边是悬崖，下面是万丈深渊，然后在底部呢就是天坑人家。由于这个天坑非常大，居住的人呢可能比较分散，都是在半山腰，这里一户那里一户，相当于每家都是独门独院一样的。我们现在走在这种绝壁栈道上面还挺好走的，有比较完整的路。那以前的村民进出的话，他基本是靠什么呢？小石头，就小的石板，还有呢泥巴路。刚好在景区遇到一位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人，现在找他了解一下。大姐，您是当地人吗？是。以前住在这天坑底下是吧？对。住了多少年了？我在下面就住了20多年嘛。你是嫁到这里了，还是在这里出生的？对，我在下面出生的，嫁到上面的。那这个地方以前
进出的话要怎么进出啊？进出的话，那个对面还有一条老路，那个路的话不好走，没有这么好走。没有，从底下到山顶的话要爬多久啊？要2个多小时。那如果出去买个东西的话，来回都要4、5个小时要了。 5个小时。那你们当时读书怎么办？读书的话，从那个对面啦，早上走的时间打电筒啊。就是天还没亮就出发了，啊，对呀。那就是5点钟左右。啊，5点钟左右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下午放学的话，我们一般那时间的话都是3点多钟放学嘛，3点半。回家就差不多就黑了。差不多，那一天在路上的时间都很长。对。那个时候呢还挺艰苦的。那没办法呀。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不搬出去啊？因为我一直都没路的话。那时间你搬不了啊，家庭条件不行啊。现在这里还有多少人？现在还有30多户吧。30多户。对。那基本都是老人留在这里吧？对。主要是下面生活了一辈子，不愿意搬。对，其实下面挺好的，下面吃的，住的，下面冬天的话不太冷，热天不太热。现在景区开发了，是不是好一点？那肯定的。我刚才看到旁边有个电梯，我们平时坐电梯是多少钱？就是游客。游客的话是90。那你们以前小时候是不是天天出去？那也不是天天出去，读书的话就是基本上天天出去。不读书的话，那有时间也是待在家里。那你们读书当时吃饭怎么办？我们吃饭的那时间就是自己带呀。自己带饭，早上带饭。对呀。那确实。下午回家吃啊。那你们当时读书应该是好多人一起去吧？差不多有10多个学生呢，有时间有20多个学生呢。对。那还是挺多，一个人是不敢走啊。一个人的话肯定有点害怕呀。对。因为我感觉现在修了这个栈道，可能这些路还好一走。像以前的话，肯定是没这么好走的。没有。那平时大人买东西是不是要扛下去？对呀，都是弄胳膊背呀。那确实很不容易啊。对，那没办法。那以前这边房子是不是都是木头的，没有砖的？对，木头的。那现在呢？但是砖的话，以前的话就是那个石头。就石头自己搞的。自己搞的。那现在有没有啊？水泥或者那些自己建的，也没，基本没有吧？也成本太大啊。根本就没有。我刚才听到有挖掘机，这里没有路，它那个挖掘机怎么弄下去的？挖掘机从那个对面下来的。公交车是从索道晃的，那个挖机从那里。搞了多久下来？差不多一个把多月嘛。刚刚那位大姐说，他们这里面的挖掘机就是从那个地方下来的，整整开了1个月，这个挖掘机才到达底部。挖掘机是开下来的，因为它那个挖掘机大家知道重量太重了，索道是没法弄下来的。而下面景区的观光车，就电瓶车，是从索道下来的。我们再看一看那个绝壁栈道，就准备下去了。大家看看惊不惊险？大概是在300米的悬崖上面，300到400米之间。因为整个这个大山的话，高度是大概500米。我们现在准备下山，整个台阶原来是1800个，不是1400个。现在看起来是很好走的，那么以前极度的不好走，如果碰到下雨的话，还没法出去。当然了，现在的下面的村民进出也是靠这条路的，他们背东西的话，也是从这里背上背下，因为下面还有很多农家乐嘛。他们那个电梯呢，听说只是坐人的，那背东西放东西是不允许走那个电梯的，因为毕竟是属于客梯嘛，用来观光用的。继续走，还是挺漂亮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看看栈道、电梯是不是一幅美好的画卷？大家在这里的话，就能感受到这个悬崖的高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电梯一直到底下，高不高？那最上面那里好像还有一条公路，那是属于山谷外面的，太了不起了这个地方。现在这里呢被一些树枝挡住了，电梯和栈道呢若隐若现。这样远处看那个电梯啊，有点像一条瀑布在那里，大家看像不像？像龙吐水一直流落下来，因为它那个颜色呢就跟水的颜色是很相像的。我现在包里面是背了差不多7、8斤的东西，下来我感觉都有点困难，走了很长时间。那当地的村民以前上山还要背东西出去，
然后他们出去买了东西回来，那可能更重，那他们确实非常不容易啊，背这么东西不简单。像那些开农家乐的人，米呀、或者其他的也是要扛进来，不简单吧？我呢，等一下还是要坐电梯上去的，因为确实走不动，1800个台阶，如果是我，可能要走2个小时。那么这个电梯的费用单程是90块钱，但是来都来了，还是体验一下嘛。继续走，走啊走，走到外婆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么这里呢，以前呢还真的有人走进来看外婆的嘛，像刚刚那位大姐，她是在这里出生，生活了20-30年，然后嫁到外面去了。那她的小孩来这里不就是来看外婆嘛？走到外婆桥嘛。下面这里就是天坑底部了，有几户人家，旁边还有几辆车，3轮车、观光车。那么这个车呢，就是通过电梯旁边那个索道啊弄下来的，那个是专门运送货物的，不是那个客梯啊，客梯是不载东西的。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走，可能还有几十米的距离吧。那里呢，大的房子就是民宿，现在是民宿，以前呢是矿的工人居住的，因为以前这里有一个硫磺矿嘛。最后一点点坚持，马上就到了。大家猜我从顶部到这里花了多长时间？花了1个多小时。当然了，我是边走边看边拍。现在这个地方是叫做鹿苑坪，就是因为跟以前鹿的传说有关，就是说很早以前有几个人逃难，逃到这个地方，看到这里有个天坑，那么就上面绑个东西下来，但是到了中间某个平台之后，那个东西就断裂了。他们心想完蛋了，出不去了。但是没多久呢，他们发现有一只鹿，并且呢，那只鹿一直带着他走出这个天坑。他们为了纪念这个鹿，就把这个地方叫做鹿苑坪，并且呢，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定居传承。在这天坑底部还有一条河流，在大山当中啊，经常水资源是不缺的。那么这些水一直流到前方的天坑地缝里面去，相当于是一个地下暗河。这里有好多农家乐，因为现在成了景区嘛，有很多人来玩，可能呢饿了就会在这里吃饭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农家乐的房子是水泥和砖建造的，那么当地村民现在自己住的房子呢，大部分还是木头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水泥和砖运送进来极度不方便，成本太高，基本上是要靠人扛进去来的，因为没有公路。那么很多人会说通过电梯呀，2个因素，一个是那个电梯它是客梯，不是载货电梯，另外一个呢，那个电梯对当地村民也是收费的。大家猜一猜收费是多少？现在有电梯还是靠背吗？对呀，他那个电梯不让我们带东西嘛，就是只能坐。对，你们坐一次电梯要多少钱30，就是单程还是双程？双程的60。那个电梯当地村民进出的话，它是单程30块，游客单程是90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如何？在这里还看到一栋与众不同的建筑，3层的。那么以前这里属于工人宿舍，在上个世纪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硫磺厂，最高峰的时候有300个人在这里工作，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宿舍，现在改成民宿了。那么当时硫磺生产出来怎么运送出去呢？就组织了一个背篓队，大概是50个人，每天呢把这些生产好的东西通过山路背出去，那么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，因为这个地方一直是没有公路嘛，相当于四面都是悬崖绝壁。这个地方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冬暖夏凉。在这个顶部呢，海拔大概是1700米，这个天坑底部1200米，所以呢非常舒服。特别是假如说下完一场雪啊，铺满了整个天坑，是不是非常漂亮？我想想都觉得美丽。尽管说漂亮，但是这种四周都是悬崖绝壁的村落啊，进出还是非常不方便的。现在大概有30户人家在这里居住，地缝两边，因为住的还是比较分散，没有集中在一起。故而在这个地方有一句玩笑话一样的，就是说看到家走到哭。在山顶看这个底部的房子啊，大概就是几百米，但是走下来呢要1-2个小时。但是现在有电梯的话，这个地方可以称作是一个世外桃源。那么假如是你
愿不愿意在这里生活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在这里住多久？